停车！养路费1人30文，车马加倍。养路费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脚底下这路全叫车马给压烂的。修路的钱不找赶路的要，找谁？可这路压根就没人修啊！修不修是官府的事儿，交不交是你的事儿。你这……还有路灯捐，1位20文。路灯捐，灯在哪儿呢？那牌坊底下挂着灯呢，夜里给你们照道，1年1收，天经地义。就那2盏，还冒着黑烟呢。给他进城。成，进去吧，别挡道。老爷，这就是那不夜新城，怎么黑灯瞎火的，连盏灯都……老人家留步，在下路过投宿。听说河阳是朝廷头一个新政样板县，往后是享福的好地界。你们这拖家带口的是要往哪儿去啊？样板好地界，那是给京城里的大官老爷看的。这话怎么说？卫里城头那几根灯毡子修那座破牌坊，挨家挨户收灯税，交不出就扛你家的粮。灯税？可不，那灯打竖起来那天起，统共就没亮过3回。上头那位坐在金銮殿里听喜报，听得眉开眼笑哟，哪晓得咱们底下人是死是活。这日子当真过不下去了。过不下去了，不逃，一家老小难道在这儿等着活活饿死？奶奶，俺爹说京城里那个皇帝是个睁眼的瞎子。有当官的扶着我们团团转。老爷，他们说您是个睁眼的瞎子。老爷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小娃娃不懂事儿，胡咧咧罢了。好一个不夜城！大人，您再瞧那条，新政考评，咱河阳连着3年，回回都是满满当当5颗星，1颗都不带少的。河阳模式，如今可是天下头一份的样板，连当今圣上都亲笔夸赞过咱河阳。大人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下官已备下薄酒。老爷，这榜上白纸黑字，言价2文，3年无贼，写的那叫一个漂亮。可跟咱昨儿夜里看见的，咋对不上呢？去问问。老丈，跟您打听，这榜上写着言价2文，3年无贼，听着是好光景，怎么街上冷清成这样？哼，2文的盐，哼，狗屁！此话怎讲？10文1斤，还发苦。你上街称2两回来，看看2文买不买得着？那这3年无贼，无贼？上月西街那家绸缎铺，一夜叫人偷了个精光。这贼呀，骨球都长在这榜上头。蒙学呢？榜上写着一概全免。蒙学？
门上那把锁都生锈半年喽，先生早跑没了影儿。老爷，这老汉一张嘴，比朝堂上的御史还利索，句句都往肉里戳。朝廷有明令，河阳要照着清河的规矩办。县里敢这么睁眼说花话，上头就没人管。客官是京城来的吧？说话这么天真。官官相护，那些个大人就指着这假榜升官发财，哼，哪个吃饱了撑的来侦查？钦定的样板县。皇上高坐在金銮殿上，捧着底下报的喜报，看得眉开眼笑哟。他哪晓得咱脚底下是个啥光景？瞧客官你穿着体体面面，怕也是个叫人蒙在鼓里的富家翁。这年月，当官的话，半句都信不得。老爷，他说您就爱高坐在金銮殿上，捧着喜报乐呵，底下人是死是活，您压根儿不知道。哎，这是那老汉说的，可不是小儿说的。这一榜的字没一个是真的，可合着这满朝上下是抱成一块，哄着朕一个人玩呢。清河正品银盐类，官方认证，假一赔10。掺半点假，10倍赔您。老爷，就这一斗黑不溜秋的，也好意思挂正品的牌子？这盐怎么卖？清河银盐10文一斤。什么清河银盐，骗骗这帮乡下泥腿子罢了。还是东家有门道，旧盐换张签，5倍的价。他苏越本事再大，手还能伸到咱河阳来？老哥，跟您打听，这清河精盐咋卖到10文还发黑发苦？清河精盐，就粗盐筛遍，掺把白灰，换张签罢了。朝廷不是派了师傅下来，教你们做真精盐？教？那师傅是京里大官的亲信，走个过场，拿了钱回去报声，推广成功就完事儿喽。官府就没人管？管盐的那位东家跟咱县太爷拜过把子，这10文里头3文是孝敬县太爷的。那朝廷拨的银盐补贴？补贴？咱这些下死力的，连补贴的影子都没见着，全进了官老爷的腰包。大人，过几日省里下来巡查，价片先都换成2文的。仓里备点筛细的好盐，应付过去，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。规矩我懂，别出岔子就成。我娘哎，这才是真的清河盐，合着咱花10文买的这黑玩意儿全是假的。这官儿的心咋这么黑？10文一斤的假盐，俺家整整吃了半年，黑了心了！这钱都进了谁的腰包？老爷，您天天当寻常物件使的这口盐，
这儿的百姓花10倍的价钱，都吃不上一口真的。城头的灯是假的，县衙的榜是假的，连着一口盐也是假的。这一层一层的假，底下还压着多少？亩产3000斤，示范田。老爷，3000斤，就这么1亩地？这一整块地，怕是也凑不出300斤吧？磨蹭什么？这块示范田，后天上官就来查。今儿夜里把东庄的番薯全给我挖过来埋上，出半点差字，打断你们的腿！老丈，这碑上写着亩产3000斤，这地里3000斤，那是碑上账上的3000斤，此话怎讲？每回上头来查，县里就雇人，连夜把别村的番薯挖过来，一堆一堆埋着地里。埋过来，等上官点验数完了，回头再连夜挖回去。这地一年到头，自个儿收不满500斤。既是假的，县里图个好看也就罢了。哼，图好看，最坑人的是县里真按着3000斤收税。真按3000斤收，1亩地交3重粮，实收的还不到1段。交不上，差役就上门抄家，拿人抵税。村东头的王老二，硬被逼着改种番薯，收的粮不够交税。上个月，人就在自家房梁上没了。朝廷不是垦荒的补贴，修渠的银子。银子过一道关扒一层皮，到咱手里连个锄头把都换不来。不光没补贴，本地的豪强还借着办示范农庄的名头，低价强买咱的地。不愿卖呢？哼，不愿卖，催税逼你，逼得你卖地逃荒。可怪你外乡人不懂，这新政瞧着是桩好事，到咱底下全成了官老爷捞钱、豪强抢地的由头。好好一本经，全让这帮歪嘴和尚给念坏喽！哪来的外乡人，在这地头瞎打听什么？赶紧滚！哼！老爷，您说这造假的能耐，怎么就不使在正道上？这碑立得比人还高，里头可全是空的。这3000斤骗得了朕，骗不了地里的粮，更骗不了村东头那条人命。这笔账，朕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回来。入学率10成，老爷，这是说这一县的娃娃一个不落，全在这儿念书。书倒是发了新的，就是没人翻，全喂了灰。都麻利点！省里的学政大人马上就到。书拿好了，坐台阶上，给我装模作样念2句。谁敢乱跑，2文铜板1个子儿没有。大人一路辛苦，这边都替您安排妥当了，保准您回去能给圣上递上一封好折子。
办得不错，成效显著。小兄弟，别急着走。你方才念的是什么书啊？谁知道念的啥？我是隔壁村的，俺爹娘打发我来凑个数，给2文铜板。凑数？这书刚发的，崭新崭新，上头的字儿我一个都认不全。当官的就爱来这一套，做给上头的大官瞧呗。俺娘说了，这天底下的官就没一个不哄人的。劳驾，听说这医馆是免费看诊、免费抓药。免费，大夫不在，看病抓药一概自付，没免费这一说。老张，这医馆门口的牌子不是写着免费看诊？免费？那话呀，是说给京城里的皇帝听的。此话怎讲？真免费了，官老爷上哪儿捞油水去？常年就一个伙计守着，药材还贵得吓人。那穷人病了，穷人病了，在家硬扛着呗。扛过去是命大，扛不过去，什么新政新政，换汤不换药，到头来苦的还是咱们这些泥腿子。老爷，您瞧那学政来这么一趟，揣了银子夸2句成效显著，人就走了，跟压根没来有啥两样？亏您还在京里，眼巴巴等着他一封折子呢。合着这满朝的官都演给您一个人看。苏月，朕如今才懂，你守着的哪里是一座城，是这满天下最难得的那点真心。朕来寻你了。老爷，您瞧，河阳那边立块碑就敢刻亩产3000斤，这清河种个稻子，到一朝一朝的编上号，插上牌。老哥，今儿就到这儿，剩下这几期我自己来。成，辛苦苏大人了。陛下微服至此，是京里坐不住了？你先看看这是什么？掺了白灰的粗盐，河阳那边的吧？老爷，苏大人这双眼睛也忒毒了，比御膳房变盐的老公公还厉害。瞅这么一眼，连打哪儿来的都给说了。河阳，朕钦点的样板县，灯不亮，盐是假的，地里的亩产是编的，蒙许锁着门，医馆是空的。朕照着清河把新政推向天下，怎么到了底下，全成了这副模样？陛下，清河的根从来不是灯，不是盐，也不是番薯。那是什么？是账要摊开给人看，是当官的头上得有人管，是百姓说的话能顶用。您把种子、法子一样样发了下去，却没管住接种子的那双手。再好的种子，落进歪田里，长出来的也是刮地皮的新密木。苏月，朕给你个身份，新政钦差佥事，代朕巡查天下新政。陛下的意思是，账你查的，整改你督的，7品以下的官你先罢了，再报朕知道。省里的官你先停了他的职，回头再上折子。分5组，盐、田、学、医、账，每组10个人，半个月巡一回。凭什么定一处地方新政办得好不好？凭这一条，百姓说了算。老爷，苏大人这脑子真是神了。朕从前只顾着照搬清河的样子，灯、盐、番薯。这一回，朕要的是这底下的根。朝廷派来那个姓苏的，要开官坊，搞什么官府统购统销，想抢我沈家的饭碗。你们谁敢去那官坊沾1粒盐，我就叫他的盐1斤都卖不出去。老爷，这位盐商好大的威风，听着
这一淮南的盐买进卖出，怕是全攥在他一个人手心里。他不点头，谁也别想沾。老哥，借你的流水家伙使一使，不妨事，有我。让他做，做出花来又怎样？这盐还不是我说了算。这一造的成本比咱那黑粗盐还低呀！低又能怎样？你们熬得出，卖得掉吗？我沈家不收，满淮南谁敢收？哼！谁要是敢学，敢去官访，先前那话还搁着，叫他全家喝西北风。他不收，官府收。即日起，官坊免费交，熬出的精盐，官府按2文1斤，统购统销，一粒不剩，尽数收了。你们这碗饭，往后再不必端在他一个人手上。至于你，垄断盐利，造谣精盐有毒，砸了官坊的试点，这几笔我都记着。大人，俺跟您学。东家，不好了，西头老赵家，还有码头那2家，今儿一早都把咱的盐给退回来了。退？为什么退？都改买官坊的白盐去了。街面上都传，咱这黑盐吃着发苦。东家，灶上又走了仨，说是投了官坊，学熬白盐去了。拦住他们！谁敢走，断他一条腿！拦不住啊，东家，这10来天人跑了都快1到半了，剩下几个心也早野了。快，出了城，天亮前赶到渡口，过了江就没人认得咱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乃淮南盐商盟主，你们敢动我？钦差有令，盐商盟主沈万奎勾结官府，抗拒新政，卷款潜逃，拿下！头儿，箱底压着密信。苏大人是青天大老爷啊！前几天还放狠话，说谁沾官坊的盐，就叫谁全家喝西北风。这才几天，盐没人买，伙计跑光，先喝上西北风的倒是他自个儿了。沈万凯这样的，不过是摆在台面上的一颗棋子，真正的风浪还在京城。重新清练，还地越多，税越递进。哼，我张某名下的地，县衙册子上一亩一亩记得清清楚楚，还用得着你们来量？倒是你们几个，谁要是嘴碎，乱指认了不该指的地，回头脚下这亩田还想不想种了？老爷，您看这一片佃户的嘴全给堵严实了。你就是那姓苏的钦差，我张家的地清清白白，你可别血口喷人。西坡320亩，南洼450亩，这都是祖上传下的产业，在册的。加上你老宅周边挂在你侄子、你管家名下的，合计1274亩。可县衙的榆林册上，你张家只报了300亩，瞒下900多亩，9年没纳1文税，逼着多少佃户贱价卖地，卖了又逃荒。这些是你自个儿认了，还是要我一桩桩报到刑部去？老爷，您瞧，刚才还拿话堵人家嘴呢，苏大人一本册子摊开几句话，倒把他自个儿的嘴给堵上了。合着他瞒的地，逼的命，人家早查了个底儿冒喽。王县令，我张家的田册是不是您衙门里一笔一笔记着的？您倒是给说句公道话呀！钦差大人，张乡上的田历年都是在册纳税的，想必是有什么误会。这清简姿势体大，不如从长计议。他瞒下900多亩，9年没纳税，你衙门的册子上却清清白白。这册子
是替他张家苗的。苏某奉旨巡查，罢除7品以下，先斩后奏。来人，摘了乌纱，收了大印，听候查办。乡亲们，过来！今日起，这田重新张良，按亩纳税，地多的多交，地少的少交。谁被强占了地，逼着贱卖过，只管报上来，官府替你们做主。大人，城东那片荒坡，挂着别人的名，其实全是张老虎的，俺们都知道。他逼着俺家贱卖了5亩水田，不卖就说俺家欠他租子，要收地。多亏了苏大人啊！一个县的盖子，今天是揭开了，可这县的上头还有府，还有省。斯文扫地，斯文扫地，圣贤书不读，去学那些个加减乘除奇迹云书，成何体统？老爷，这帮老先生一个个岁数不小了，下手倒不轻，就冲一群小娃娃撕书瞪眼的。哼，你便是那位把算学格物塞进蒙学的钦差。老夫告诉你，圣人之道读的是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你教娃娃打算盘量田亩，是把读书人往账房讲座里赶。老夫今日把话放这儿，你那心学若真能耐，便让你清河的娃娃跟我府学的秀才当众比一场，输了的当场给赢家磕头拜师。好，比什么？先生定。哼。第一题：城南修渠，长3里，宽1丈2，深8尺。问：该洞多少土方？3里是540丈，乘1丈2，乘8尺，合51840方。先生可对。再问：城中1200户，每户月耗盐3斤，盐价2文1斤。问这一城1月共耗盐钱以何？1200户乘3斤是3600斤，乘2文7200文，合7贯200文。先生方才说，圣人之道是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晚生也这么想，可这治国平天下，要修渠，要丈田，要算1城的失之，一笔账都算不明白。这国，这天下，又拿什么去治？圣人的书，一个字都不能少读。算学格物，也不过是让这书里的道理能落到田里、渠上、百姓的饭碗里。二者本就不是仇家。老朽输了，这一役是给刚才那句落到百姓饭碗里赔个礼。老爷您瞧，这老先生输是输了，这弓倒弯的比谁都实的。合着他不是舍不得那点面子，是真怕圣贤书教出一群没用的人来。地方上的这些盖子一个接一个，总算是揭开了。可这一路的丈田盐学，牵出的线头根根都往京城那个方向去。沈万奎的密信，这一路的赃款，线头根根都汇到京城那几个人身上。地方上的鱼，你去收网；京城这张网，朕得亲自回去接。陛下先行，臣把湖广布政司这最后一处账查实了，随后就到。赵长明是2品，背后有人，你一个5品钦差，独个去动他，他若搬出清理的靠山呢？这道密旨你贴身收着，真到了他搬靠山你压不住的时候，亮出你，朕的印压得住他上头任何一个人。臣明白。苏大人，您这是单枪匹马就凭一支笔去斗人家一省的2臣大员？我不跟他斗官大官小，我只跟他的账一笔一笔算。钦差大人一路辛苦，这是本省新政拨款3年的总账。
笔笔平衡，账账相符，请大人过目。总账本官不看，原始凭证、领条、公料单、人工册一张不少都搬上来。本官要用复式记账法，一笔笔对着核。大人明鉴，只是这3年的凭证足有几十大箱，只怕核到明年也核不完呐。核不完，本官就核到明年。赵大人，这笔修河堤的拨款账面上支出白银10万两。正是，河堤要紧，这笔银子一分没敢省。可这底下买石料、买木桩、故宫的凭证，本官一张张加过，拢共不到3万两，剩下的7万两哪儿去了？像是下头承办的人虚报冒领，本官政务繁杂，一时失察，回头定当彻查严办。这7万两经手的是10几个承包商，本官查过了，这10几家没铺子、没工匠，没做过1天工，是10几个空壳。银子转了10几到手，最后全汇进城里一家通汇钱庄。这7万两从通汇钱庄出来，分了3笔，3万两进了您内地的绸缎商号，2万5千两汇去京城一家盐引批发的商行，还有1万5千两直接送进了京城一位阁老门生的私宅。3万加2万5加1万5，正好7万两。赵大人，这账现在还平吗？苏月，你不过一个5品钦差千石，也敢查我一个2品大员的账？我劝你见好就收。你可知道本官上头是经理哪一位？这潭水深得很，你一个5品趟得起吗？赵大人这句话，本官等的就是他。你上头是谁？本官不必问，这道密旨在此。上头这方印，压得住你经理那位靠山，也压得住他头顶上的人。圣上密旨，臣万死。圣上要清的，不仅仅是你，是整一张网。湖广布政使赵重营贪墨新政拨款，勾结京官，本官奉旨，先革职，后审。先到这里，京城那些名字藏不住了，地方这张网收了，京城那张才刚扯开一个角。苏月那个姓苏的，先夺我沈家的盐，再断你们的布，砸你们的琉璃，一家一家，把咱们收拾了个遍。沈老爷，这迟早都得关门啊！一根筷子一折就断，可一把筷子呢？从今日起，天下的盐商、布商、琉璃商拧成一股绳，天下商盟，手里有粮有布的，都给我屯住，一粒一尺都不许外流。3日之内，把这京城的粮价给我抬上3倍。抬3倍，百姓要骂。官府那边，他苏月不是满口惠民吗？咱们就让他瞧瞧，他不让咱们赚钱，咱们就让这天下的百姓没饭吃。再放出风去，新政要抄没天下所有商人的家产，且看这民心是向着他苏月，还是向着咱们商盟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外头的粮价1天不到翻了整整3倍，布价也跟着涨疯了。大人，城里都传遍了，说新政要抄没商人家产，好些铺子跟着商盟囤货，百姓也慌了，一窝蜂涌去抢粮。陛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真让这帮奸商把粮价哄抬起来，百姓可要遭大罪了。这帮商人心也太黑了。他们想囤，就让他们囤。传令各地官仓即刻开闸，平价售粮售盐，不限量，敞开了卖。他们囤的那点货，填得满朝廷的常青仓。开仓平商是能压住价，可商盟树大根深，光压价未必能散得了他们。散他们的不是官仓。陛下，臣还请一道旨，凡愿脱离商盟自立门户的中小商户，官府予以2样：1样低息贷款，1样新法的技术授权。
断了他们抱团的力，这商盟不攻自散。准。站住！当初歃血为盟，你这是要往哪儿去？沈老爷，对不住，官府把官仓全开了，平价的粮盐敞开了卖，咱们囤的那些高价货一斤都出不了手了。再撑几日，等他官仓的粮套空了。撑！官府还放了话，愿意托盟的给低息贷款，给新法授去吗？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把老本都赔进去吗？陛下，您瞧，那沈万郎托还3日之内让天下百姓没饭吃呢，这才半天，官仓一开，他自个儿就先破了功。苏大人这一招不动刀不动枪，真是杀人不见血呀！800里加急，北京急报！启奏陛下，北狄大汗亲率铁骑大举犯边，雁门关守将已连败3场，告急！陛下，更棘手的是，探报说北狄此番竟也用上了火枪，咱们的弓弩铁骑挡不住啊！北狄的弯刀弓马朕不惧，可他们的火枪又是从何而来？陛下，北狄有没有火枪，老奴不知。可老奴要说句公道话，前线又递回话来，嫌咱们军械建造的新枪炸膛哑火，这全是那帮兵闹，操练不精，使唤不当。咱们的枪是照着清河的图纸一分不差造出来的，绝无半点问题。传苏越，随朕去军械监教场，这枪到底炸不炸？朕要当场看个明白。枪管的壁薄了3分，火药的配比错了2成。这样的枪放一次炸一次，给士兵拿去打仗，不是杀敌，是杀自己人。苏大人，空口白话，谁不会说？你说他炸，他就炸了。庄瑶、田蛋，对着那边土墙放。我的娘哎，差点就开了跑！就这玩意儿，还敢说没问题？这要拿到战场上，压根儿不是杀敌人，是杀自己人啊！这帮杀千刀的，连军械的钱都敢往死里贪！王太监贪没军械，朕已下旨拿了。可北狄的火枪到底从哪儿来的？陛下请看，这支北狄的枪做工虽粗，可这枪机那样式用的是清河的图纸。清河图纸是新政机要，北狄一个化外之邦，如何得来？臣顺着边关的走私商查到了这本账，图纸和几支样枪是经这几个走私商的手一路卖去了北狄。走私商的背后呢？给他们撑腰销赃分银的是朝里的守旧派和沈家那个刚散的商盟。他们图什么？图借北狄这把刀，逼陛下废了新政，罢了朕，好让这天下再回到他们能上下其手的老样子。好一个借刀杀人，拿我大招边关将士的性命去换他们的私利。苏越，北边的仗你去打，这满朝的蛀虫，朕留在京城替你揪。雁门关不能破，朕的将士不能再攥着这种废枪去送命。枪管的壁加厚3分，火药照这个方子配，1两都不能差。记住，第1列放完，推到后头装药，第2列接上；第2列放完，第3列再接上。3列轮着来，枪声就不能断。苏大人，这排着队开枪顶用吗？北狄的骑兵快，
可再快的马，也快不过一刻不停的枪。踏平雁门关，直取中原。第一列，预备，放！传令，集中兵力攻东墙。铁炮接步，瞄准他们扎堆的地方，轰！那门射得远的，对准帅旗。是。退兵！苏大人，苏大人真乃神人，这雁门关是您给保住的。同是清河的图纸，京城那帮人造的一放就炸，杀的是自己人。咱们在这关上实打实打出来的，退的是强敌。差的从来不是图纸，是造枪的人心里那杆秤还正不正。赢了这一场不算赢，真正的仗在京城。陛下，苏越在边关私造军械，收买军兴，如今威名镇主功高造势其心，昭然若变。若不召回严惩，必成心腹大患。苏越以奇技淫疾，火器邪术，败坏祖宗惩罚。此风一长，国将不国呀！臣等恳请陛下即刻召回苏越，腰斩于市，以谢天下。一派胡言！苏越在雁门关一战退敌，保住了半壁江山。尔等不赏功臣，反要杀他，居的是什么心？好一个苏党！苏越收买的军心，连你们这几个朝臣也一并收买了。陛下若不杀苏越，老臣今日就死谏在这金銮殿上。张爱臣，先别急着撞。朕这儿有样东西，想请你先过个目。这是从边关走私商那儿查抄来的账，上头一笔一笔记着谁收了商盟的贿银，又是谁把新政的火枪图纸卖给了北狄。张爱卿，你这么急着要苏越的命，不是为了什么祖宗承责，是怕他再往下查，把你通敌卖国的事给抖出来吧？御史大夫张某收商盟贿银，私通北狄，革去官职，打入诏狱。通敌卖国这一案，交三法司即刻彻查，牵出一个办一个。朝堂上这一阵，他们是输了，可这样的人，当面输了，背地里手指会更脏。苏越是个妖魔，花尽钱粮，要做龙椅。都听见没？那苏越就是个妖人，搜刮了咱们这么多年的钱，是要拿去自己当皇帝。可不是嘛！前头城西那道卡子收税收的那么狠，就是他苏大人派人设的，这是要把咱们的骨头都榨干喽。这苏大人当真变了心了。苏越是妖人，该拉出来一把火烧死。我苏越搜刮了多少，都在这墙上，每一笔上，每一笔开销，严坊挣了几个钱，蒙徐花了几个钱，一文都没落下。诸位自己看，这都是假的，是他做出来骗人的。假的？这上头写着严坊上个月的力修了村头那座桥，那桥是我亲眼看着修起来的。还有这蒙学，管娃娃吃饭不要钱，我家那小子就在里头念书，这也是假的。说，这些混账话到底是谁让你满街传的？我说，是京城来的一位大官，给了银子，让我们在清河到处这么传的。那卡子那税也不是苏大人设的，是他们冒了苏大人的名后私设的。
我苏越若真想反，当年3万禁军兵临城下的那一天我就反了，何必等到今天？传令天下赵县，每月初1，县衙的账房把这1月的收支，在衙门口当众一笔一笔念给百姓听，百姓当场能问，差役当场作答，记录在案。大人，把这账全摊给百姓看，这怕是恨古未有啊！账摊在阳光底下，谣言就没了地方藏。平和的谣破了，可京城那些人不会再给我打这些暗仗了，他们要的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把我连人带新政一并按死在金銮殿上。那我这一趟就偏要堂堂正正的走进那金銮殿。苏大人好大的架子，见了满朝公卿，见了这金銮殿，不跪不拜，这就是你新政教出来的规矩。诸位大人要治我的罪，我不辩。我只问3句话。第一，新政3年，这天下多打了多少粮，少饿死了多少人，多了多少识字的娃娃？诸位大人算过吗？第二，诸位弹劾我贪权贪财，可我苏越至今还只是个7品县令的衔，没升过1级，没多领过1两俸禄。我的家底诸位尽管去查，只怕还不如京城一个7品主事。第三，诸位外骂新政祸国，骂我是妖人，可雁门关外挡住北敌铁骑的，是我这妖人造的火气。天下百姓碗里那口饭，是我这妖人一手教他们种出来的。诸位守着祖宗成帝，守得住百姓的饭碗吗？守得住大昭的江山吗？这是湖广布政司的贪墨账，牵着殿上4位大人。这是边关走私的通敌密信，除了张御史，还有6个名字。这是清河放书案的口供，买凶造谣的银子是从这殿上几位的府里出去的。诸位大人的账，我一笔一笔都带来了，要不要我当着陛下，当着满朝的面，一桩一桩念出来？传朕的旨意，边关通敌案、清河傍书案，着3法司会合即刻彻查。凡通敌卖国、造谣构陷者，不论官居极品、梗子多深，一律严惩不贷。另设新政总署，部里6部，直属御前。天下新政的推行，各级官员的考评，具由苏越总领。臣领旨。苏越，你3年不升1级，不多领1俸。今日朕给你这总管，不是赏你的权，是要你替这天下的百姓把新政这条根扎得再深一些。臣万死不辞。苏某总点新政总署，头一件事是给天下的官立一把新尺子。往后考评官员，不看文章写得多花，不看上官批得多好，只看3样：治下的百姓能不能吃饱，能不能上学，能不能说得上礼。怎么看？不由上头说了算。每县发下黑白2样豆子，官好投白豆，官坏投黑豆。豆子一数，这官是青天还是蛀虫，一目了然。此谓民情平易，投豆定优劣。荒唐！让一群泥腿子拿豆子来评判朝廷命官，成何体统？苏大人，圣贤之书教的是官管民上御下，你这投豆法是把纲常伦理全颠了个个。赵大人觉得这法子不妥？岂止不妥，简直是儿戏。那好，这投豆法头一个就先在赵大人的老家平阳县。是。来人，快马去平阳县，依投豆法评一评那儿的官声，3日把结果带回来。平阳一县报上来的豆子，9成是黑的。随豆子一起送来的，还有这些苛捐杂税、强占民田、屈打成招，一桩一桩满满一叠，都是平阳的百姓按着手印告上来的。赵大人，你老家的百姓
用斗士给了你答案。一个连自己乡里都恨透了的官，凭什么替陛下抹一方的民？传旨，赵侍郎沽名钓誉祸害乡里，即刻革职查办。平安县历年主政的官员一并交新政总署严查。投斗法即日起推行天下。选人的尺子算是立起来了，可要让这天下真正立得住，光靠几个清官还远远不够。苏大人，你这官营工坊又是水车又是快机器，抢尽了咱们的生意，还立这么一堆破规矩，什么6个时辰按月结钱，不许打骂。照你这么惯着故宫，咱们这些开工坊的还有活路吗？今天你不给个说法，咱们就砸了你这工坊去！王老板，吵没意思，咱们比一场。比什么？一样的料子，一样的时辰，你的私坊，我的官坊，各出一批货，比产量，比成色，再比比那些做工的愿意上哪一边。比输了是我官坊没本事，这些规矩我撤；比赢了，诸位回去好好想想，这生意往后该怎么做。比就比，谁怕谁？官坊产量是私坊足3倍，成色还好上一等。傻子才回去，在他那儿起早贪黑，没日没夜，还动不动挨骂。搁这儿做6个时辰，按月拿钱，伤了还管制，这上哪儿说理去啊？当年在清河，你跟朕说苍龙石而知礼节，如今百姓不下地不种田，凭着一双手也能挣饭吃了。苏月，这天下会不会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？会不一样，可臣以为只会更好。百姓有了活路，就不会乱；长了见识，就不会愚。这江山要稳，从来不是把人死死拴在土地上，是让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个奔头。我家大汗给你们大招一条活路，割让北境3城，每年进贡丝绸1万匹。若是不肯，那就休怪我大敌的铁骑年年南下，来你们的中原牧马。贵使这话在这大殿上说没意思，请贵使随苏某走一趟演武场。放。这炮，苏大人，这是外臣不懂事冲撞了。割地进贡的话，是外臣自作主张，当不得数。其实我家大汗的意思是两家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议议这个和？议和可以。开放边境互市，大招拿盐、布、铁器换你们北狄的马匹、皮毛，两边互不侵犯，百姓自由往来通商。答应，咱们就签盟约；不答应，这炮下一回打的可就不是10把了。答应，外臣这就应下。苏月，朕原先以为你最大的本事是能带兵打多少胜仗，今日才算真正明白了，你真正的本事是能让多少人不必打仗就能过上好日子。陛下过誉，仗是将士们拿命拼来的，这日子是百姓自己一手过起来的。臣不过
替他们搭了个架子。如今，盐田学医样样上了正轨，总署里也养出了能独当一面的后生。苏月，朕想着是该给你再往上进一步了。你摇头。陛下，臣心里倒是早有了个别的打算。陛下，新政3年，盐田学医4样俱已上了正轨，总署里也养出了3批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官吏。往后这架子不必臣事事盯着，也塌不了。臣恳请陛下准臣辞去新政总署主官之职。苏月，这总署是你一手立起来的，天下多少人求这个位子求不来，你当真要辞？臣不是撒手不管，新政的法子要一直往下长，离不了人钻研。臣愿只挂一个新政技术总顾问的虚衔，退回清河，替这天下守着那块能长出新法子的地。准。再见。这新道种分星多，耐旱，可它娇气，插秧的行道得比老道宽上2指，密了不透风，反倒减产。陛下，您瞧苏大人穿粗布衫和穿官袍一个样，蹲着田埂和做那金銮殿也一个样。真正有本事的人，从来不靠身上那件衣裳撑场面。放着堂堂新政总署的主官不做，回来蹲着1亩3反的田埂，你就不觉得委屈？陛下，新政的根子从来不在京城的衙门里，是在这些地里，在这些百姓的手里。臣守着清河，守着这块试验田，就能不断种出新法子，养出新人才。天下那么大，臣一个人管不过来，可只要根子扎稳了，就不怕它长歪。老爷，您瞧这街，当初刚到河阳那会儿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如今这清河倒真是个不夜城了。陛下怎么有兴致夜里出来逛市？听说你这夜市从酉时开到10夜，灯油、巡防、摊税，样样都有章法。朕来看看这章法是不是真落到了实处。陛下若只看灯，那是看不出门道的，得看人。白日里他们在田里、工坊里、铺子里忙，夜里再出来吃口热饭，买点细物，孩子也能跟着认识字，听听热闹。日子能往前挪一步，人心就稳一步。那是谁？夜市总巡，专管灯、路、税、闹市。每一盏灯是谁点的？哪一段路该修？哪一处摊子有争执，都归他记。老爷，连夜里摆个摊儿，都有人盯着记账，这不是比白天还细？白天的事官署盯着，夜里的事百姓自己也得看着。灯亮起来，不是为了让人偷懒，是为了让人敢出门，敢做事，敢说理。怎么了？今日夜市多了一处摊子，没登记，就在前头。2文1碗，不掺水，不坑人，官酿一样的味儿。嘿，这酒够劲儿，比城东那几家老酒坊还香些。便宜不说，还敞亮。你这摊谁准的？回老爷的话，是夜市总巡给批的。这牌子呢？牌子是前几日挂上的，说是官酿都得统一用这个名头，好叫人认。谁叫你认的？
是城南的赵掌柜，他说这夜市上若不挂这个名头，旁人就不买账。还说这牌子是夜市总巡默许的。赵掌柜，是。他白天开着2间酒楼，夜里又占了3处灯下的好位子，旁的摊子要么被挤得没地儿站，要么就得给他交照灯钱。照灯钱？这是什么新鲜名目？说是灯照着人，也照着生意，人家替咱守着灯，自然得给点辛苦钱。清河的灯是给百姓照路的，什么时候成了给商人收钱的由头？苏大人，周老爷，哎呦，真巧，2位也来逛夜市。赵掌柜，你这酒摊挂的谁的名头？这是为了合规矩。夜市上那么多摊子，不都得统一个张币吗？统一章法，还是统一往你自己怀里收钱？大人这话可就重了，都是做买卖的，互相帮衬也是常理。再说我这牌子一挂，客人看着安心啊。这满街灯火是官府出的钱，这巡夜的人是县衙派的，这路是百姓一点点修的。你挂一块牌子，就要分这灯下的利。老爷这话说的，我不过是借个名头，方便做买卖罢了。夜市嘛，总得有人出头捅着，没我这几个大摊子撑着，哪来这般热闹？热闹？好家伙，这哪是做买卖，这是借灯生财呀！清河夜市谁都能摆，摊位按日登记，先来先占，童叟无欺。你若真有手艺，做得好，自然有人买。你若靠名头、靠排挤、靠借灯收钱，那就不是做买卖，是刮地皮。苏大人，这夜市刚兴起来，规矩难免有些空子。再说，我也没少往夜市上投钱修灯、修棚子。你投的钱是你的功，该记。可你借着关灯私收摊钱，这就是你的罪。朕倒要问问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让你把朕的灯拿去替你自己收银子？老爷，我不知您是……你要知道，怕是早把牌子撤了吧？今夜之后，把所有照灯钱一律撤了。从明日起，夜市摊位重新抽签，不许任何一家连占3处以上。凡借名头、收保护钱、抢位子者，停市3日，罚钱入公账，当众贴出。老爷，您瞧这清河，夜里都跟白天似的，书生能读书，孩子能看戏，做买卖的也不怕黑。谁能想到天黑了，反倒比亮天还热闹？热闹不是最难的，难的是这热闹里得有个能叫人信的规矩。规矩不是拿来压人的，是拿来护人的，护摊贩不被欺，护百姓不被踩，也护做事的人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事。陛下，清河夜里亮，不是因为灯多，是因为人心先亮了。